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数字以及数字的一些用法哦。好，那其实数字这种资料形态哦，在 Python 里面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，因为我们电脑的运算能力很强嘛，所以我们会希望电脑去帮我们做一些复杂的数字运算哦。好，那一开始我们一样先印一个数字，那假设是77，那我们就 print 77。执行就得到77。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是有小数点的数，一样，我们就直接在后面加上小数点就可以了，就得到77.2。那如果我们想表达的是负数呢，只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负号就可以了。好，就得到77，负的77.2。那 Python 里面的加减乘除呢，也是非常的直觉的哦。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8加5，那我们就直接写8加5，这样就可以了哦。执行就得到13。那减法呢，就8减5就得到3。那乘法呢，那乘法比较特别一点哦。这个 Python 里面的乘法是这个米字号，那我们执行就得到40。那除法呢，除法是这个斜线哦，执行就得到1.6。好，那这边假设我们想要做的是整数的除法。什么是整数的除法呢？就是当我们的除法除不尽的时候，它会直接省略掉我们小数点的那个部分，然后只取整数的部分哦。拿8除5当例子好了，8除5它答案是1.6嘛。那如果用整数除法的话呢，它就会省略掉这个小数点的部分，只取整数的部分。OK。那 Python 里面的整数除法是2个斜线，2个斜线就是整数除法意思。那我们执行，好，就得到1了，因为它省略掉了后面的小数点 0.6 的部分，只取整数的部分。好，那 Python 里面也可以做连续运算哦。我们这边只有单一个运算嘛，假设我们想要做的是8加8乘5，这样连续的运算也可以。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 ，Python 呢，它里面这个运算哦，也是有先乘除后加减这个规则的。所以我们写8加8乘5呢，它会先做8乘5等于40了嘛，然后呢再做8加40，所以等于48。我们执行，好，就得到48了。一般数字的运算有括号的用法嘛？括号的意思呢，就是会先做嘛。那我们在 Python 里面呢，也有这个用法。假设我们想要把8加8先做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括号起来。那它就会先做8加8，先等于16之后呢，再乘以5哦。好，我们执行看看，就得到80哦。那我们也可以用变数来代替我们的这个数字嘛。我们前2个影片有提到这个变数的用法。假设我们这个创建一个变数叫 number number， 那假设里面是8这个数字，那我们就可以这边改成 number 乘以5哦。那 number 乘以5呢，我们执行看看。就得到40，因为 number 里面是8嘛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运算符号哦，叫做取余数。那取余数这个运算符号呢，是百分比这个符号哦。那什么是取余数呢？假设今天8，然后对5取余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会它先做8除5嘛，8除5是1，然后余3嘛。所以呢，它就会得到3哦。那我们执行看看，就得到3。那8对5取余数就是8除5会1余3嘛，那它就会取那个余数的部分。OK， 那这个就是取余数这个百分比这个用法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些有关数字的一些很好用的函式哦。那我们上一堂课有大概的提到什么是函式嘛？函式我们那时候说是预先写好的一段程式嘛。那当我们要用到它的时候呢，它才会被执行。那函式是帮我们资料做
一些运算或是处理，然后呢再回传给我们想要的资讯哦。OK， 那这个之后会再做一个详细的影片来介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函式呢是 str。str 这个函式呢是这样写 str， 然后呢一对小括号，那这对小括号里面呢要放一个数字。好，我们可以放一个数字。假设我们把这个 number 放进去，那这个 number 是数字8嘛，它就会转换它的资料形态，它就会变成字串8哦，就相当于变成这个字串8的意思，从数字8变成字串8。OK， 那我们执行看看哦。它就印出8，因为字串8跟数字8印出来都长得一样嘛。好，那既然这个 number 已经变成字串了，我们就可以用字串的相加咯。那假设我们想要在前面做一个字串叫会印出数字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字串，我们执行看看，它就把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了。因为我们说过嘛，字串的相加是两个字串会相连在一起的意思，所以下面就会出现会印出数字8。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的是这样子，我们想要做8，然后加上这个字串的已经转成字串的这个数字8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执行看看哦。它就发生错误了哦。Python 告诉我们呢，他说这个字串跟我们的数字是不能做相加的哦。因为呢，我们说过嘛，字串跟字串相加是两个字串相连接在一起的意思。那数字跟数字相加是两个数字做运算吧，假设8加8就是等于16的意思。那当我们今天拿一个数字跟一个字串做相加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动作，所以 Python 就会出错。OK， 那再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一个函式是叫 ABS。那 ABS 呢是取绝对值的意思哦。那它的用法一样，就是我们一对小括号，然后呢中间放入我们要绝对值的数字哦。那我们这边放入的是 number， 那里面是8，所以呢8取绝对值，我们执行看看，还是得到8。那假设我们今天里面数字 number 是-8，那我们再执行看看，就得到8了，因为-8的绝对值还是8嘛。好，那再来呢是次方的这个函式哦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次方的函式是 POW 哦，然后一样一对小括号。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是2的4次方好了，那我们就写 POW， 然后2.4。那 POW 这个函式哦，要传入，我们要在这里面写两个值哦。第一个值呢是我们的基数，第二个值呢是我们的几次方哦。那我们写 POW 2.4就代表2的4次方。那我们执行，果然得到16。那2的5次方呢？执行，得到32。那2的0次方呢？这边帮大家顺便复习一下数学哦。所有数字的0次方都是1哦。我们执行，就得到1。好，那再来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用的函式，叫做 max， 然后一对小括号。那这个函式呢，可以传入哦，我们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参数进去，我们想要写几个就写几个。那这个函式它会回传，它会告诉我们里面哪一个数字是最大的哦。假设我们今天 max， 然后里面我们写了2、3、88、100，我们先传入4个数字，我们写了4个数字在里面。那 max 这个函式，它就会告诉我们里面哪一个数字是最大的，它会回传给我们。那我们执行，果然它就回传了100给我们。那我刚刚说了嘛，这个 max 这个函式，我们想要传几个数字进去都可以哦。假设我们再多写几个，33、52、11、77、78，然后111，我们执行，
它又回传了最大的数字给我们。好，那这个是 max 这个函式哦。那我们有 max 这个函式，当然就会有反过来 min 这个函式 min。这个函式呢，就是反过来，它会回传给我们这个小括号里面最小的数字给我们哦。那它的用法跟 max 都一样，它一样可以传入很多个数字，我们想要传几个就传几个。那它会回传最小的那个数字给我们，那我们执行，就得到2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最小的数字是2嘛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函式叫做 round round， 然后呢，一样一对小括号。那 round 这个函式呢，是取四舍五入的意思哦。假设我们今天 number， 我们直接这样取啊。假设我们今天对一个数字是 4.4 好了 ，4.4 取四舍五入就是4嘛。那我们执行，好，就得到4哦。那假设是 4.6 呢，我们执行，就得到5哦，因为 4.6 的四舍五入是5嘛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假设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函式哦，我们可以这样写，我写一下哦 ，from math input 星号。好，那这一边这一段呢，大家可以先不用去了解它哦，因为这个我们在往后的课程也会做介绍哦，这个是一个模组的引入哦。那大家现在只要把它想象成我们写的这一段话，这一段程式码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多一些数学的函式可以用哦，多一些数字的函式可以用哦。好，那我们多了哪些函式呢？那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四舍五入嘛，那有四舍五入，当然就有无条件舍去嘛。无条件舍去呢是 floor floor。那一样，里面一对小括号，然后里面传入一个数字。那 4.6 的无条件舍去就是4嘛，我们执行看看，就得到4。那如果是 5.1 呢 ？5.1 的无条件舍去，执行就是5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无条件舍去，当然就有无条件进位嘛。那无条件进位呢是 CEIL。那用法一样，一对小括号，然后里面传入数字哦。那假设是 5.1， 我们执行，无条件进位就变成6。那假设是 5.8， 我们执行无条件进位还是6。好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函式叫做 SQRT。SQRT 这个函式呢是开根号的意思哦。那它的用法一样。我们一对小括号，然后里面传入数字哦。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64的开根号，我们就在里面写64。那64的开根号是8嘛？那我们执行看看，就得到8。那假设我们想要对36做开根号，我们就执行，就得到6哦。好，那我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哦，我们这个函式的介绍呢，这个用法呢，并不是要大家把它背起来哦，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用法存在，有这么样的一个函式存在。那当我们今天在写程式的时候，可能会需要用到。那用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印象说，哦，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函式可以用。那我们再来找，我们就可以使用了哦。好，那这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哦。那这一行的部分呢，大家不用担心哦。这个我们之后的课程会再做详细的介绍。